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现在在当下的思维应该做出怎样的转变？你们应该相信什么？你们应该放下什么？而你们又应该投身于怎样的事情当中？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那第一组牌我们前面抽到的这2张塔罗牌呢，告诉你们现在应该怎样做，怎样做出一个思维的转变。第一张牌是隐士牌。隐士牌代表的是一种收缩，你们以前的思维模式可能是发散的，你们希望能够把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能够顾及到，都能够处理好。那这个时候呢，当你们想要把所有的事情都面面俱到的处理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反馈给你们的结果呢，可能会事与愿违，因为你们越想要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你们就越会手忙脚乱，陷入到一种无序当中。所以说隐士牌它其实告诉你们现在要做出的这种思维上的转变是，你们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专注到你们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面，先解决那个最重要的事情。你们的这种思维模式应该从发散重新回归到集中，把你们的思维集中到一个点上，这样你们就会在某件事情上收获到巨大的成功。人生的一些挑战不是说你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所以说你们应该调整自己的策略，不要急于求成，而是要逐个击破一件事一件事的完成，不要贪心。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张星币侍卫就代表的是，一旦你们能够完成这种思维模式和策略上的转变，你们就会收获到巨大的回报星币侍卫手里捧着的这个星币代表的是阶段性的成果，马上就可以看到。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3张神谕卡呢，是大天使给你们的指引告诉你们应该放下什么，应该相信什么。第一张牌 I'm willing to see beyond my beliefs, ideas and conclusions。你们愿意去看到一些东西你们要告诉自己它超过了，可能说有一些东西它超过了你们目前的认知、信念、想法，甚至是结论。那这张牌就告诉你们要变成一个长期主义者，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为了未来。有的人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但是这张牌它告诉你们要先相信才能够看到。对于一些你们想要的东西，你们要先相信才有机会去实现它们。你们要放下对自己的怀疑，因为你们不止一次在拷问自己是否能够达到理想的彼岸。可能说你们现在正在准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断的在寻求自我突破，这个时候你们会频繁的自我怀疑，甚至是自我否定。但是你们要放下对于自身的这种自我攻击，选择相信自己那么这张牌呢 In any given moment, I always know exactly what to do。这张牌是在告诉你们应该，或者说你们其实内心当中知道应该怎样去做，只不过你们现在的这种自我怀疑让你们不敢去尝试，你们总是迅速的冒出一个想法，然后又迅速的否定自己。所以说你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放下对自己的这种自我怀疑和否定，然后去拥抱你们的行动力去显化你们的行动力去尝试去实践。而第3张牌呢是 I allow myself to be content exactly as I am。 我允许自己变得富足，变得满足，变得感恩，就像我现在这样。你们其实已经拥有了一些别人所渴望的东西。你们不知道的是，你们身边其实有一些人也在仰望你们，而你们在仰望一些更高处的人。但是这个链条其实是永无止境的，你们要对已经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感到知足你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奇迹。那这个时候你们要放下
可能说一定程度上的放下对自己过高的要求和期待，因为这种知足或者说感恩能够帮助你们在接下来更好的显化。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牌呢，是你们潜意识想要给你们的指引。第一张牌，凭借了解并接纳自己，我呈现我的生命。这张牌告诉你们要呈现出自己原本的模样啊，可能说你们迫于环境的压力，正在把自己慢慢变成一个你们不喜欢或者说过去不接纳不喜欢的角色，你们并不喜欢现在的自己，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也并不是你们想要呈现出来的，而是说你们受到了周围环境身边人的压力而被迫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接纳自己原本的模样，然后呈现出自己最原始的状态，这样才是你们自己，这样才能够让你们的灵魂舒展开来。第2张牌，我了解并果断地在危机中抓住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也就是说，你们现在需要思维的转变，把危机当作机会。危机和机会就像是一枚硬币的2面，取决于你们看到硬币的哪一面。当你们看到的是危机本身的时候，你们只会从危机当中得到焦虑和恐慌，而如果你们能够从焦虑当中看到机会，那么你们会回馈到一个巨大的突破和发展。所以说你们选择看到硬币的哪一面，这非常的重要，它会影响后续事情的发展。决定一件事情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取决于你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和理解。而第3张牌，我的任务就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过日子，告诉你们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人生，不要被周围的人和观点所绑架所束缚。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第2组牌的第1张牌就是死亡牌。这张牌告诉你们应该以一种周期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人生，你们在经历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周期。死亡牌代表的是你们即将要告别人生的一个阶段，告别错误的人。这个时候你们又回到了你们出发的那个地方，它代表的是一个轮回的起点。只有告别错误的人和事，才能够迎来对的。所以果断放弃那些没有反馈的人和事，你们才能够迎来新的人生。第2张牌是魔术师的逆位，告诉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眼高手低，想法很多，但是执行或者说能够实现的很少。有想法当然是好事，但是你们也要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方案。那这张牌告诉你们现在反而应该放下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然后去做一些当下就能够立刻去行动和实践的事情，先完成一个小目标，然后借由这些不断积累的小目标，才能够帮你们实现那个大的目标。那么接下来的3张牌，大天使给你们的指引告诉你们应该相信什么，应该放下什么。第1张牌Loss is my reminder that more room has been made for greater gifts。 那些失去的东西其实是在提醒你们现在有更多的空间去拥抱那些更美好的礼物了。也就是说，你们可能还是没有放下过去的一些事情但是失去是为了更好的得到。万事万物的来和去一定都是有它的安排的，你们要辩证的看待失去和得到的关系。现在你们反而能够拥有一些更美好的东西了。而第2张牌呢 Balance is the key to a life of infinite miracles。你们现在的话可能要重新让自己回归到一种平衡上面来了。如果你们接下来想要得到生命的馈赠的话，因为你们无论在情绪还是个人发展你们的想法总是容易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这样很容易会矫枉过正，会缺乏对于人生对于情绪的掌控能力。你们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回归到一种平衡上，因为平衡它意味的是稳定，而只有稳定才能够带来发展。
可能说你们在过去在某个人生的某个方面消耗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啊，你们现在要把自己拉回来。而第3张牌 A Fire reveals a path of renewed direction， 这张牌在告诉你们，这个大火呢，意味的是你们在人生的某些方面遭遇到了重创。这场大火也是你们阴差阳错即将要踏上一条你们从未设想过的道路，这是一条崭新的道路。一旦大火结束之后，这条道路和人生全新的可能性就会展现在你们的面前，而你们以为的失去其实是另一种得到。那么接下来的3张牌呢，在人际关系当中告诉你啊，也是一个平衡啊，在亲密和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意味的是你们自己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可能正在越过边界啊。越过边界就意味着是控制，意味着是这种控制欲。当你们感觉到自己的边界受到侵犯的时候，你们应该向后退一步；而当你们感觉到自己侵犯到别人的边界的时候，你们也应该向后退一步。你们要把握好这个度，就是亲密和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有些时候有些关系可能你感觉到在渐行渐远，这个时候你们应该主动的向前迈一步，主动的去通过沟通拉近关系。任何的关系都要保持在亲密和疏远之间的一个平衡。如果说你们觉得关系过分亲密，让你们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那么你们就应该果断的去拒绝。你们有的时候可能很难拒绝别人啊，或者说不好意思去说不啊，但是一旦你们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你们就要果断的拒绝。因为在关系当中，本质上人际关系是为了取悦自己，而不是为了取悦别人。第2张牌，你的潜意识告诉你，我很棒，我目前正是如此。自我认同才是你们最坚固的生命能量的来源，你们要相信自己，你们要积极的自我肯定，拥抱自己。而第3张牌，所有我需要的事情都会适时的来到我的身边啊！你们现在如果那个时机还没到的话，要放下自己的控制欲，安静的等待属于你们自己的高光时刻。事情的发展它都是有节奏的，在某一个点上，某一个节奏上会产生共振啊，天时地利人和都会汇聚到那个点上，让你们产生巨大的突破。你们在每一个周期，每一个人生阶段，必然都会出现一个或者说多个这样的时间点，让你们去突破和跨越。你们的人生依然有着巨大的流动性啊，要耐心的等待他们去成长。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首先第3组牌的第1张牌，圣杯的逆位。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自我消耗，简称内耗的状态当中啊。这种内耗是一种什么都不做，但是反而感觉到自己被掏空，精神不断被拉扯的过程。你们现在正在不断的纠结啊，过分的完美主义反而会让你们止足不前。所以说你们现在要转变自己的思维，放下这种完美主义，不要纠结，因为纠结本身它就是一种完美主义啊。你们在思维上首先要做出这种转变，不要纠结一句话有没有说好，纠结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要过度的关注细节，把眼光放在整体的大局上，不要在乎一城一池、一兵一卒的得失。那这个时候你们会深深的相信，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件事情，它无法影响你们的全部人生。哪怕真的做错了，明天的太阳也会照常升起。把你们的目光放长远，这个时候你们就不会过分的纠结于当下。所以说圣杯的逆位告诉你们啊，这种内在的消耗的状态来自于你们的完美主义。放下自己的完美主义，相信自己的内在，相信你们的能力会把一切处理妥当。而第2张牌呢是宝剑的逆位，你们现在的思维可能有一些混乱，当然这种混乱的思维也会带来一种蓬勃的创造力啊。
虽然说有一些散漫，但是最重要的是宝剑的逆位代表的是你们在当下无法集中注意力，不够专注啊，会有一些拖延，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但是你们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点上面，就会导致你们的行为效率变得很低下啊，有很多外部的噪音可能也在影响你们。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放下自己手上的这种琐事，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相信自己的意志能够排除外部的噪音，然后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效率会产生一个质的改变。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牌呢，首先第一张牌 It couldn't have happened any other way， 这张牌是大天使告诉你们啊，在一些事情上面正如你们所见，它是不可能会有第二种情况的，也就是说你们的猜想是正确的，在一些事情上面只不过有的时候你们不愿意相信罢了。而第2张牌呢， I'm willing to see things clearly no matter the outcome， 这张牌和第1张牌其实是说的同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你们看到的事情，你们拥有看到这个事情的本质的能力，而你们看到的这个事情的真相正如你们所想。可能你们不愿意面对那个结果或者说不愿意看到事情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发生，你们可能在欺骗自己，可能在对自己说谎。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要直面自己，因为看到事情的真相，去面对它，去解决它，比你们自我欺骗要有用的多。而第3张牌 There is nothing to regret when I learn from my past， 没有什么可以真正遗憾的，因为当我们从过去学习到了东西，得到了成长的时候，那么过去它就是在服务于我们的。真正意义上的放下过去啊，无论有着怎样的遗憾或者说荣耀，他们都已经过去了，他们只能服务于你的经验。过去的每一件事情都发生在了那个他们恰好应该发生的时间节点上，然后推着你们往前走。那么接下来的3张牌是你们潜意识要让你们做出的转变啊。第1张牌，我让内在的指引来带领。你们内心当中的声音其实一直都是你们生命当中的方向啊，但是你们的理智可能又会本能的否定自己感性做出的一些选择。你们要某种程度上让位于自己的感性啊，让自己的理性让位于感性，让内在的声音来带领你们，这是更加适合或者说更加符合你们接下来的发展的。第2张牌，我信任生命，并深信每件事的发生都是神圣而完美的。你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事情的发生又是神圣而完美的。他们都想要尝试着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教会你一些东西。而且你们要记住啊，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不是来定义你们的，你们不会被过去所束缚，也不会被那些事情所定义。你们要把它看作是你们成长的养料。而第3张牌，我从经验中学习，并认为走不同的路是绝对可行的。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内心当中的自我是在矛盾是在博弈的一个自我想要稳妥，而另一个自我可能说要做出一些更激进的选择，追随你们内心当中的理想。但是呢，这条路可能会很艰难啊！你们想要通过这条路来开创属于自己的人生，但是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应该放下对于谨慎保守的追求，跟随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去走一条不同的路。但是这条路看起来很难，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更适合你们的，那才是你们生命的方向。而大天使也想通过这张牌告诉你们，走不同的路是绝对可行的。不要因为这条路鲜有人选择而害怕过程的艰难，因为鲜有人选择的路，它的竞争也会更少。那些看似很艰难的、充满荆棘的弯路，实际上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捷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
首先第4组牌的第一张牌圣杯8，你们现在最应该放下的是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啊，这可能会让你们觉得这个指引有一点奇怪啊，因为你们无法放下自己现在拥有的东西，你们就无法去到更高处，无法拥有更多。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反而阻碍了你们未来的发展。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个指引？也就是说，这张牌在暗示你们要做出取舍。如果想要去到更高处，那么你们必须要放下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你们过去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当下安稳的生活，稳定的社会关系。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更好的风景，你们必须牺牲掉现有的安稳，投身到新的旅程当中。当然，这也是需要勇气的。新的环境有新的挑战，也有新的人在等着你们，这可能既令你们感到忐忑，也令你们感到兴奋。第2张牌呢是权杖4的逆位。权杖4的逆位代表的是你们可能要做好一些准备去迎接到不确定性，因为权杖4的逆位代表的是你们接下来会迎接到大量的变化，可能和某个人的关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分分合合，忽远忽近。这种不确定性的话，我们要尽早的去体验和面对啊，反而要拥抱这种不确定性。你们要相信自己能够拥有在不确定世界当中寻求确定性的能力。这个世界是反人性的，也是反直觉的，因为那些能够拥抱不确定性的人，反而能够拥有更多的确定性。所以这其实是你们和内在的天性在做对抗。我们从生下来其实就本能的需要一些安全感和确定性，去回避那些不确定的事情。但是那些不确定的事情当中也会蕴含着巨大的礼物。那么接下来的3张牌呢，是大天使给你们的指引，让你们做出的转变，让你们相信你们该相信的东西，放下那些不再拥有的东西。第1张牌 I am most powerful when my creativity is given a voice。 你们的某种指引会经由大脑当中的某个想法传达给你们，而这是你们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候，也是你们最为强大的时候。拥抱这个声音，利用这个声音，用这个声音来改变自己。而第2张牌 I find strength in surviving my traumas。你们的力量来自于过去的那些创伤，你们比想象当中的要更有韧性，相信生命当中那种巨大的韧性能够帮助你们走出来啊，从低谷当中拯救出来。然后保持乐观，你们需要相信自己付出的一切努力会对未来有帮助。你们要相信自己的安全感来自于充分体验不安全感，只有经历过的那些事情才能够让你们淡定地面对接下来的不确定性。你们其实已经咬着牙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啊，所以既然过去能够被克服，那么未来的那些挑战也一定会被你们所征服。你们要告诉自己啊，会过去的，会到来的，会拥有的。而第3张牌啊 My angels respond me when I'm open and authentic about how I feel。 你们的天使会告诉你们，会对你们敞开。只有当你们对自己真诚，对自己开放的时候，一定要去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只有你们面对最真实的自己，你们才能够听到大天使给你们的指引和呼唤。而接下来的这3张牌呢，是你们潜意识带给你们的思维的转变。第1张牌啊，今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你们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觉得自己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填满，其实你们依然拥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出转变，去做出行动啊！你们要提高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和工作的效率，去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这样你们会发现你们有很多的时间没有利用起来，你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你们的时间不足啊，把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了内耗上面，而自我消耗很多时候会让你们变得拖延、逃避、行动力低下。你们会花太多的时间去深挖过去和畅想未来，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活在当下。所以说，你们要把真正的时间都用在行动、生产和创造上面来。第2张牌，生命就是自我探索的旅程。你们现在要主动的去探索自己的生命啊，放下这种随波逐流的思维模式，主动的去探索、发掘生命当中的意义和闪光点，这样能够重新帮你们找回自己的初心。而最后一张牌啊，所有神圣的智慧带给我的经验都帮助我成长。这种经验来自于行动、生产和创造。你们越多的投身于实践行动当中，获取的经验就越多，而你们的这种经验又能够帮助你们接近事物运行的底层逻辑，从而让你们能够更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达到自己的目标，去到想去的地方。所以说，永远要在思考，永远在行动。你们要相信事物，你们要相信行动本身能够改变你们的命运。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